研究了3个月，这份报告终于成功了。超生，你爸出事儿了。妈，你慢点说，怎么了？烂绳绞的，腿断了，医生说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你快回来！哎，你数据还没……妈，你可算回来了。你爸从早上到现在一句话没说，就盯着天花板看。医生怎么说的？胫骨粉碎性骨折，打了钢钉。医生说养好了能走路，但是以后不能干重活了。爸，我回来了。超生，还有一件事儿，你爸那条船，陈万海出了15万要收，还威胁你爸。我不背，我就是告诉超生一声，又没说卖。 15万，归巢号少说值40多万，他们不要欺人太甚。你爸死活不肯卖，说那是他的命。可是他现在这个样子，那条船搁在码头，展位费、保养费哪样不要钱？咱家哪还撑得住？船不卖，妈，船不卖，我回来开。你说什么？我辞职，回来接手归巢号。你疯了！你好好的研究院不待着，1年30多万的工资不要了，回来开破船打鱼。妈，你读了那么多年书，你爸供你上大学读研究生，不是让你回来当渔民的。爸这辈子的心血全在那条船上，他躺在这儿动不了，外面有人欺负到家门口了，我不回来，谁回来？妈，你放心，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哟，你是林大海家的？我是。这船舱里的东西谁盗的？谁知道呢？码头上人来人往的，哪说得清？这个赵位，我爸交了1整年的费用，怎么被挪到这个角落来了？哦，这个陈总说了，这一排泊位下个月要给新船用，要重新规划。你家要是不卖船呢，就自己找地方停去。重新规划，有书面通知吗？有渔政部门的批文吗？陈总说的话还要什么批文？这码头上上下下哪个不听陈总的？小伙子，我劝你一句，别犟。你爸倔了一辈子，你看看他落了个什么下场？又是陈总，他陈万海手伸够长的啊！我倒要去管理处好好问问，他一个本地水产老板，凭什么能管码头的事儿？哎呦，朝生，真的是你！明远，好久不见了，兄弟，你怎么回来了？听说你在省海洋研究院干得挺好的啊，我还跟别人说我大学同学在省里搞科研呢，多有面子。我爸受伤了，我回来处理点事儿。我来问一下归巢号泊位的事儿。泊位？哦，这个啊，码头最近确实在调整。你知道的，万海最近新进了几条大船，泊位紧张嘛。我来是想交涉一下，顺便了解一下调整的依据。哎，这事儿你找管理处也没用，得找陈总那边。对了，你不会真打算回来开船吧？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倒没有，就是兄弟说句实在话，你一个搞研究的，出海这行当可不是看几本书就行的。风浪、渔网、潮汐，咱们班那些理论知识跟真正的海上讨生活完全是两码事儿。谢谢关心。我这是缺钱，哥帮你说说，陈总那边那个15万的报价，说不定还能往上谈谈。你拿着钱回省里重新找份工作，多好。船不卖。行，你先考虑，不急。走了，兄弟，我还有事儿，回头一起吃饭啊。浩哥，林大海那个儿子回来了。对，就是那个在省里搞研究的。他说不卖船，还要自己开。我觉得也是，读书读傻了。那不是林大海的儿子，大学生，听说辞了省里的工作回来打鱼。打鱼？就他？怕是连船都开不出港吧？可惜了，读那么多书，脑子怕是读坏了。爸，你看，就这条，我说花15万收都是给面子了。林大海还是不肯，不肯呗。您看看这船，木头壳子至少20年了吧，漆皮都掉没了，龙骨估计都朽了。这种老古董出海就是拆木头卖都不值这个价。浩哥说的对，这船顶多值个8、9万，15万真是给足面子了。爸，要我说别等了，再拖下去连15万都不值了。他儿子回来了，一个搞科研的书呆子，辞了铁饭碗回来接这条破船。
爸，我要是他，我得找根绳把自己吊码头上。走了，这破地方味儿太大了。哎，你是林大海的儿子吧？劝劝你爸，识时务者为俊杰，15万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谢了，船不卖。随你。曹生，想通了随时找我啊。你们看不起这条船，看不起我爸，看不起所有靠这片海吃饭的人。行，那我就用条船，让你们全都看清楚。这是爸的字，超生，爸不会说好听的。你回来，爸心疼，也骄傲。海上的事，爸教不了你什么大道理。这本子你看着用。爸，我出门了。风大就回来。知道了。爸，笔记本我拿走了。他拿走了。拿走了。你那本子写了多久？没多久。我去把他灶上的姜汤热一热。他等会儿要是忘了戴那双厚手套，桂兰，他能醒的。哎，老郑，你看，那不是林大海的儿子吗？昨天码头上那个大学生，就是他。昨天一个人在船上铲臭鱼，铲了一下午，好好的铁半碗不端着，跑回来开这条老棺材。他会开船吗？他会个屁！读书人嘛，把鱼翻个肚皮，在实验室里切还行。上了海，哎，3个浪打过来，怕是连方向都找不着。近3天水温比往年同期高了1.2度，东南暖流提前北移。按这个趋势，中修层鱼群会偏离传统渔场，往东南方向的礁石带聚集。爸笔记上写过，水温鱼散，找石头缝里。不对呀，他往东南走干什么？东南边那边全是礁石，谁去那儿挂网都挂不起。让他去，让他去。书生仔嘛，人家有学问，说不定礁石都得给他让路。读书人的脑子搞不懂。水色偏暗绿，浮游生物密度高，这一片色带明显比周围深，说明底层营养盐上涌，食物链底层富集，鱼群一定在附近。这里2块礁石中间有个豁口，水流经过会形成漩涡区，小鱼喜欢在这儿聚集躲避水流，大鱼就跟着过来觅食。下午点就选这儿。漫长的等待，母亲做的饭团还是从小吃到大的咸菜和虾皮味道。海风吹过来，咸腥又辽阔。没有发朋友圈，没有给任何人看。太阳从东边升到头顶，又开始往西边滑。下午3点，他开始收网。哎，来了，大学生回来了！快看快看，今天捞了多少？大学生，今天收获怎么样啊？哈哈哈哈，就这，一天就捞了这么点儿。我说什么来着？书生仔，我儿子12岁，拿根鱼竿坐岸边都比他钓得多。人家是搞研究的嘛，可能是一边打鱼一边在海上做实验呢。数浪花有几多？哎呦，超生啊，这就是你说的用这条船让所有人看清楚。我看清楚了，确实看得很清楚。高材生的第1次出海成绩单，建议还是回去写论文吧，再加个表情，小点，完美。赵经理，你可别这么损人家，人家好歹也是大学毕业生，打鱼不行，可以回去教打鱼吗？你看他还挑上了，就这几条鱼还分个3、6、9等呢。终于找到了。超生，你捡那几条干嘛？那不就是杂鱼吗？
那玩意儿我们往上来都扔回海里去的，肉少刺多，卖都卖不出去，扔了吧。郑叔，这不是杂鱼，不是杂鱼是什么？这是日本银带回，近海野生的，极其少见。银什么？银带回，您看，腹部纯银白，没有黄斑，说明是野生的，不是养殖的。体型匀称，鳞片完整有光泽，鱼眼清亮，没有浑浊，这是活体最佳品相。说人话，它值钱不值钱？活体在高端日料市场一条至少300块。你说多少？300。这几条品相好的可能更高。300一条，我以前扔了多少这玩意儿？大学生明天还出海吗？要不要我教你怎么下网啊？超生，我那条朋友圈发了啊，不介意吧？等你想通了要回省里，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帮你问问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岗位。喂，超生，好久没联系了，你小子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何教授，我现在在老家。老家？你不是在省海洋研究用吗？辞了，回来接我爸的渔船。你说什么？何教授，这个以后再说。我打这个电话是有一件事，我手上有几条活体野生银带云，品相极好。您上次在学术交流会上提过，日料协会那边一直在找稳定的近海野生银带存供应源，对吧？你说什么？野生的？活体，6条。肚皮纯银白，鳞片完整，鱼眼清亮。我用冲氧保温箱养着，水温控制在12度左右。你等一下，超生，这东西可不能乱说。近海野生银带回活体供应，全国做得到的不超过3家，而且全是大型远洋渔业公司。你一条鱼……何教授，我发现了一处稳定的近海栖息区域，礁石带，水温和洋流条件刚好适合银带回聚集，这不是偶然捕获，我可以稳定供货。你先拍个视频给我，鱼体正面、侧面、腹部光线要充足。你是学海洋生物的，这些不用我教你。好。超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省城穗书店的王总上个月还跟我抱怨，说稳定的野生银带微货源全国找不到几家。你如果能稳定供应活体，一条的价格不是300，多少？顶级品相的活体野生银带微，穗初见的采购价380。何教授，视频我马上发给您。好，我等着。你要是拿到了稳定渠道，超生，你可能不知道你踩到了一个多大的金矿。小鱼，你给我出来！妈，怎么了？怎么了？你自己看看你找的什么人？研究院的工作说辞就辞，现在跑回来开破船打鱼。你看看他今天捞了多少？就这么点儿，连别的渔民都不如。妈，他是回来照顾叔叔的。照顾？他把船卖了，拿家回上班也是照顾。他这是犟，跟他爸一个德行。林大海那条老倔女一辈子就这样，现在儿子也学上了。妈，你别这样说超生。我还要怎么说？你看看这个陈浩，陈家的儿子。海归 MBA 在省城做生意，开着奔驰。前天他通过王一传话说想请你吃个饭，我怎么没答应吧？人家陈家镇上首富，陈浩长得也不差，有文化有品位。你跟着林朝生有什么前途？一辈子跟着渔船，我不去。你说什么呢？小月，你站住！你别在那生闷气，我是为你好。林朝生那样的男人不值得。爸。你腿还没好，别弄了。网眼松了，你明天出海挂不住鱼。我这辈子没本事，只会打鱼。你有本事，别被我拖累了。陈万海，这么快你就忍不住了吗？什么事？你好，我是靠山镇渔民林朝生，归巢号船主，我来递交一份书面异议。什么异议？码头管理处通知我7天内迁移泊位，但根据渔港管理条例第10条第3款，泊位调整需提前30天书面通知，且必须给出合理理由。7天期限不合规。你还挺懂，条例是公开的，谁都能查。
麻烦您按流程受理，我这里有签折回证，请您盖个章。第一步，把不合规的口子堵死。接下来，该做真正重要的事儿了。潮汐、水温、暗流，都和父亲笔记里一模一样。爸的笔记上说，每年这个时节，东南礁石带附近会有大量小型鱼群聚集。结合海洋数据库的洋流数据，银带锤的回游路线刚好经过这里。别人不敢来，是因为怕挂网，但只要沿着这条航线走，礁石之间有一条天然的深水通道。归巢号吃水浅，刚好能过。水色变了，浮游生物密度在升高，水温比周围低了1度半，上升流把深层营养盐带上来了。鱼群就在这附近。何教授，3天总共47条，全部活体，品相您看一下。太好了，此初见的王总已经确认了。47条，381条，17860块，3天。这什么车这么气派？四初见，省城那个高档日料店，他们怎么跑咱们这码头来了？您好，请问是林朝生林先生吗？是我。林先生您好，我是宿舍初见的采购主管小周，王总让我亲自来接货，说您这批银带回品质非常难得。太漂亮了，体型匀称，鳞片完整，活体状态非常好。林先生，这批货我们全收了，47条，每条380，总计17860元。林先生，我现在转给您。转吧。走。多少？17800，3天，他3天赚了快2万。林先生，王总还让我带一句话，后续如果能稳定供货，价格还有得谈。我们长期合作，量大可以走季度合同。好，回去替我谢谢王总。品质方面你放心。超生，那个你刚才说那种鱼叫啥来着？银带围正叔，那种鱼我好像以前也网到过，身子2指宽，肚皮银白色的，对不对？对，我扔了好多年了，我一直以为那是杂鱼。郑叔，以后您要是再网到，别扔，活的用海水桶养着给我送来，1条我给您200。200一条？1条，活的就行。超生，那种鱼长什么样？你再说说。我也网到过那种银白肚皮的，真能卖那么贵？不可能！陈少，出事了！什么事儿这么慌？林朝生，他把鱼卖给水初见了。什么？你自己看，就今天下午，水初见的冷链车直接开到码头，当场转账17000多。损书见，我知道，我们去年跑了3趟想签他们的供应商合同，他们嫌我们品质不够，连2轮谈判都没让进。对，就是他们，一个开破船的，拿下了我拿不下的客户。严格来说，他没抢我们客户，顺初见本来就不是我们的。你替他说话？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说他靠什么？一条破船一个人，凭什么？他是海洋生物学专业毕业的，品种辨别方面确实有一手。品种辨别？他不就是运气好捞到了几条值钱的鱼吗？不是运气，我查了一下，他连续3天都在同一片海域作业，每次都有收获。他好像找到了一个稳定的银带杯栖息点，而且那片海域其他渔民从来不去，都说礁石多会挂网。他找到了一个别人不知道的渔场，看起来是这样。那他以后也别想是他的。你现在就给我查清楚他那个渔场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另外，孙书建那边想办法联系他们的采购负责人。联系他们干什么？你是做市场的，这都不懂。他能供，我们也能供。他一条卖380，我们卖280。我倒要看看他那条破船能撑多久。可是我们没有银带回的货源。没有就去找。你不是他大学同学吗？想想办法。爸，有件事跟您汇报一下，林大海那个儿子比我们想的难产。回来啦，饭还没好，你等会儿啊。妈，这是这几天的，你拿着给爸治病。
这多少？17000多，3天出海赚的。吃完早点睡，明天还出海呢。妈，吃你的，别说话，面坨了就不好吃了。银带分相关海域潮汐规律补充：农历初3和18前后，东南礁石带外缘有一股暗流会改方向，鱼群会往内侧礁石缝里聚。这些是我20年前记的，不知道现在还准不准，你自己验证。豪生，明天下午你有时间吗？我妈想请你来家里吃饭，陈浩也会在。鸿门宴，苏母想让我和陈浩当面比一比。好让小月死心。行，那就去。阿姨好，第一次正式登门，一点小心意。哎呀，小浩，你太客气了，来就来嘛，带这么多东西，快进来坐，快进来坐。阿姨家收拾的真温馨。小月呢？小月，陈浩来了，快出来！陈浩你好。小月，好久不见，你还是跟上学那会儿一样。坐坐，来坐下。你们年轻人先聊着，我再去炒2个菜。哟，朝生来啦！阿姨好，给您带了2条鱼。来就来嘛，提2条鱼。朝生，你来了。朝生兄弟，好久不见啊！听说你最近在码头干得不错，卖鱼卖得挺火的嘛。小浩啊，你尝尝这个红烧肉，阿姨的拿手菜。谢谢阿姨，看着就好吃。朝生带了鱼，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等会儿蒸一下吧。阿姨，那条大的是野生大黄鱼，清蒸最好，别放太多调料。1点盐，几根葱丝就够了。另一条是银带回，刺身级的，不过家里没条件做生食，也可以盐煎。都一样，蒸就行了。阿姨，小月，尝尝这个，2018年的波尔多，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朝生兄弟，你也来一杯。不了，我明天凌晨出海，不喝酒。也是，你现在是渔民嘛，得早起干活。对了，朝生兄弟，最近我们公司刚进了一批澳洲龙虾，品质非常好。现在做海鲜这行啊，说到底还是靠渠道和规模。你一个人1条船在码头折腾，多辛苦啊，对吧？小月，你以后要是想吃海鲜，直接跟我说，我让公司的人送到家里来。什么龙虾、帝王鹤，省城当天到。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陈少，你吃口那个试试。好。这黄鱼口感不太一样。当然不一样，这是野生大黄鱼。野生大黄鱼和养殖大黄鱼区别很大。野生的鱼体金黄，鳞片完整有光泽，肉质紧实弹牙，你咬下去会感觉到纤维分明。养殖的肤色偏暗发灰，肉质松散，腥味重。这条是我前天在外海潮汐交回带钓的，体重1斤2两，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1条至少值3000块。多少？3000。3000块1条鱼，那你怎么不拿去卖了，带来送人多可惜。给阿姨尝个鲜，不可惜。对了，陈少，你刚才说的澳洲龙虾，如果走的是冻品渠道，从南半球运到国内来分销，到消费者手里至少经过3次冷冻解冻循环。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蛋白质降解率超过40%，口感、营养、鲜度打了对折都不止。而我们本地活鲜直供，从海里到餐桌不超过6个小时。陈少，做海鲜渠道和规模是一回事，但源头品质才是一切。
好了好了，吃个饭说什么工作的事儿嘛？来来来，都吃菜。小月，你给陈浩倒杯酒。小月，妈，我给朝生倒，他明天凌晨还要出海，不能喝酒。阿姨，今天的饭菜很好，谢谢您，我先走了。哎呀，小浩，你别急着走啊，再坐会儿。不了，公司还有事儿。朝生兄弟，我送你一句实话，你那条破船和几条鱼撑不了多久的。船破不破不重要，重要的是船上的人知道往哪开。哼。我妈在里面生气呢。对不住，让你为难了。不为难，该说的话早该说了。朝生，你不用跟任何人比，在我这儿，你从来不需要赢过谁。爸，林朝生那小子太过分了！你这么大动静干什么？你急什么？他当着苏家母女的面把我挤兑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什么蛋白质降解率，什么冷冻循环，他故意的，他就是故意让我出丑，我能不急吗？他一个开破船的渔民，先是抢了虽初见的渠道，现在又当众让我下不来台。他说的那些是假的吗？什么？你在国外读了几年 MBA， 回来连一个渔民都辩不过，他说的每一句都是事实。你拿什么跟人家吵？拿你那瓶红酒？爸，那你说怎么办？这小子比他爹难对付，他爹是犟，犟的没方法，死倔一个人顶着。但这小子不一样，他有本事，还沉得住气。你以为他今天去那个饭局是被动赴约？他是主动去的。他带那条3000块的野生大黄鱼过去，就是要当着苏小月母亲的面，让他知道他值多少钱。你是说他在算计？他不是在算计，他比算计高一个层次，他在用实力说话。算计的人靠嘴皮子，他靠的是真东西，这种人最难对付。爸，你要干什么？你对付不了他，我来。老周吗？我陈万海，通知下去，从明天开始，凡是把鱼卖给林朝生的，或者帮林朝生干活的渔民，万海水产一律终止收购合作。对，所有品种一条都不收。好的，陈总。我知道，你跟他们讲清楚，不是我为难谁，是规矩。在这个码头做生意就得守这个码头的规矩。明白。这样会不会太……我选择跟谁合作，不跟谁合作，这是我的自由。他林朝生有本事让岁初间来码头接货，我就有本事让整个码头没人敢跟他说话。林大海的儿子确实比他爹难对付，但在这片海上，我才是说了算的人。张叔早，李哥，王叔，难道是陈万海出手了？郑叔，对不住，陈万海昨晚放话了，谁帮你就不收谁的鱼。码头上这些人，家家都有老婆孩子，不是不讲义气，我们得活啊！我昨晚一宿没睡，我跟我老婆子说，这个大学生是个好后生，可是我老婆子说，好后生不能当饭吃。郑叔，别说对不住，各有各的难处，我懂。你别怪他们，也别怪我，我不怪任何人，该怪的不是你们。超生，你小心点儿。陈万海，你封得住码头，封不住这片海。你让所有人不敢跟我站在一起，那我就让他们看到，站在我这边不是义气，是活路。这一趟总得带点什么回去。刘哥，我存2箱鱼，老规矩，按小时算钱。朝生啊，不是我不帮你，冷库最近设备检修，库位紧张，实在排不开了。
上周我来还有半木库空着。那是上周，这周满了。老李叔，给归巢号加满。超生啊，最近柴油供应紧张，上头调配下来的量有限，得优先保障长期合作的船。你这个得排队，可能得等个3、5天。3、5天，小子，我跟你爸是老交情了，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别硬扛了。陈万海打了招呼，整个码头都接到信儿了。你现在在这儿，谁跟你沾边谁倒霉。李叔，我就问一句，柴油是真紧张还是不敢卖给我？你别难为我了。赵姐，上次说好的，这周给你送2条野生石斑，你看我给你带来了。超生，你快走，别在我这儿站着。怎么了？昨天赵明远带人来吃饭，专门跟我说了，让我别进你的货。我这小店儿每个月冷库存货、海鲜供应全靠万海，他要是卡我脖子，我这店就得关门。不是我不仗义，你嫂子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敢啊，朝生，你另想办法吧。冷库不让用，油不让加，鱼没人敢买。陈万海没动一根手指头，没说一句违法的话，但他把我所有的路都堵死了。陈叔，我是朝生，我想当面跟您谈谈，您什么时候方便？你倒是沉得住气，明天上午10点来我办公室。陈总，林朝生到了，上4楼陈总办公室。哟，超生，来找陈总。看来码头上这几天不太好过吧？还行，兄弟，我劝你一句，陈总这个人你了解不深，他给你台阶你就接着，别逞能。你那个银带勋的渔场位置交出来，换个技术顾问的岗位，年薪几10万，不比你在海上吹风强。明远，你在万海干了多久了？2年多。2年多，你的年薪多少？这15万吧，加上奖金20出头。你帮陈万海压了2年渔民的价，从中间抽的利润每年至少几百万，你拿20万，觉得值？你这人就是爱较真儿，你跟我不一样，我是打工的，你是当老板的命。行了，你去吧，别让陈总等久了。进来，坐吧。茶喝不喝？不了，谢谢陈叔。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儿？陈叔，我想跟您把话说清楚。我回来接我爸的船，不是要跟您作对。这片海这么大，容得下万海水产，也容得下一条归巢号。你倒是个明白人。你爸当年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跟我散伙之后降了20年，降来降去降成了什么？一条破船，一身伤。我爸的事儿是我爸的事儿。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我没想抢您的生意，我就是想守住我爸的船，自己打打鱼。您是前辈，这片海您经营了20年，我尊重。你跟你爸不一样。你呢，软话会说，硬事也敢做。那条银带威渠道你做得不错，小子，你爸倔了一辈子，你别走他的老路。我再给你一个机会，把银带飞的渔场位置告诉我，我收你进公司当技术顾问，年薪给你50万。你的那些专业知识在我这儿有用武之地，比你一个人扛着一条老船在海上漂强100倍。你琢磨琢磨，你在省里研究院干也就30来万，在我这儿多拿20万，不用风吹日晒，不用提心吊胆，你亏什么？陈叔，谢谢您的好意，但我不能答应。为什么？那片海域不是我的，也不是您的，是大海的。我可以教会所有渔民怎么找到那种鱼，但我不会把它变成任何一个人的独门生意。所有渔民，你要教所有人。对，这不该是一个人的秘密，也不该是一家企业的垄断工具。渔民们不知道自己的鱼值多少钱，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你倒是有情怀。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情怀这东西不值钱？我当年也有情怀，我跟你爸合伙那会儿，我也想过大家一起干一起赚。可后来呢？你知道为什么我做大了，你爸还是一条船？因为你爸不懂一个道理，这个世界就是大鱼吃小鱼，你不吃别人，别人就吃你。最后一次问你，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行，你走吧。陈叔，不管怎么样，谢谢您今天肯见我。朝生，你爸当年也说过差不多的话，你知道他后来过的什么日子？我知道，但他从来没后悔过。这个小子，看样子比他爹还要难缠10倍。让赵明元进来。
他拒绝了，50万都拒了。他不要钱，他要整个码头的散户渔民跟他走。那咱们盯紧他，他接下来的每一步我都要知道。来来来，先喝口酒，吃点花生，别拘着。郑哥，你把我们叫来，到底什么事儿？搞得神神秘秘的。就是，大晚上的不加歇着跑你这儿来。我先说清楚啊，今晚这个场子不是我搞的，是朝生搞的。我就是借个地方。老郑，你让我来林朝生的事儿，那我先走了。陈万海放过话了，谁跟他沾边谁倒霉。我可不想趟这滩浑水。刘叔，你先别急着走，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你打了多少年鱼？23年。23年了，你家的房子翻新过吗？没有。你儿子上高中，学费是不是每年都得东挪西借？你怎么知道的？因为在座的每一个人情况都差不多，打了一辈子鱼，养活不了一家人。不是因为鱼不够多，不是因为你们不够拼命，是因为有人把你们的命脉攥在手里，让你们拿最低的价。各位叔叔大哥，你们一直被压价，根本原因不是你们的鱼不好，而是你们不知道自己的鱼值多少钱。万海水产收购带鱼给你们多少钱一斤？3块5，好的时候4块。终端零售价多少？菜市场的摊位上。15到20吧。对，你们拿到的是终端价的15%到20%，中间的80%全被吃掉了。这是我整理的数据，每一种鱼的收购价、批发价、零售价全都列在上面了，你们自己看看。我一斤黄骨鱼才卖2块8，市场上12块一斤。可是没办法，码头上就万海一家收购，他给多少就是多少，咱又没有别的渠道。第二件事儿，你们常年出海，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鱼？肚子银白色，身子大概2指宽，尾巴分叉，鳞片细密发亮。这不就是那个什么来着，亮肚子的那种杂鱼吗？我经常网到，没人要的全扔了。对，我也扔过好多，黏糊糊的，还以为不值钱。这种鱼叫银带回，活体品相好的，在高端日料市场一条能卖到300块以上。你说多少？300一条。我上个月至少扔了20条这玩意儿。不止银带回，还有野生大黄鱼、竹荚鱼、黄菇鱼里的特定品相。你们当杂鱼处理的东西里面有很多是高端市场的抢手货，问题是你们不认识它们。银带回肚子银白，尾巴分叉，身子2指宽；竹荚鱼雌色近有光泽，鳞片上热硬棱鳞，背部青灰色，身体笋细长。我今天教你们认这3种，以后出海网到了别扔，用活水塘养着，保持鱼的活性。我已经跟省城的高端日料连锁4初见签了供货协议，只要品质合格，我按市场价的60%给你们收。这是万海水产给你们的3倍以上，冷链和物流我来解决，你们只管打鱼、分拣、保鲜。3倍？真的假的？可是陈万海那边怎么办？他说了谁帮你就不收谁的鱼。我们要是跟了你，万海那边的货也出不了了。我知道你们担心这个，所以我说的是高价值品种走我的渠道。你们日常的大宗鱼货愿意继续卖给万海就继续卖，我不要求你们选边站，我只是给你们多一条路。你的意思是两边都卖？普通鱼货你们照旧，银带锤、野生大黄鱼这些高价值品种，以前你们也是当杂鱼扔掉的，万海根本不会注意到。你们把这些单独留下来给我，等于是凭空多了一笔收入。对呀，那些杂鱼以前都是扔掉的，万海又不会收，我们留下来卖给你，他管得着吗？万一被发现了呢？我刚才说了，那些鱼在万海的收购清单里根本不存在，他们的分拣员都不认识银带回。而且我今天来找你们，不是要你们跟陈万海作对，我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手里的东西比你们以为的值钱的多。你们不需要靠任何人的施舍活着。我跟你干！大不了陈万海不收我的鱼，反正他给的价也就够交邮费的。我打了40年鱼，到头来存折上还不到2万块，跟个笑话似的。超生说的对，不是鱼不值钱，是有人不让咱们知道鱼值钱。我也干，我儿子明年要结婚，靠万海那点收购价，我连彩礼钱都凑不齐。算我一个，我跟，老子不信打了23年鱼，还得看姓陈的脸色一辈子。资料拿回去看，上面有每种鱼的识别特征、保鲜方法和我的联系方式。有不确定的品种，拍照发给我，我帮你们鉴定。来，今天在座的，不管以后怎么样，咱们都是一条绳上的。干了！你怎么在这儿？我在学校加完班路过，看到老郑家院子亮着灯，猜到你在里面。等了多久？没多久。怎么样？13个人，不少了。是不少了，够用了。你今天的样子像个老师。我本来就差点成了研究员。研究员不用站在一群渔民面前讲课，那就当我是最接地气的研究员。超生，我妈那边你别管，我自己会处理，你只管做你的事儿。你妈那天的事儿过去了，她的想法我改变不了，但我的选择她也改变不了。
给你。这是什么？我这几天把镇上所有能查到的渔业法规和渔港管理条例都整理好了。渔业捕捞许可、泊位管理、水产品交易市场管理办法、渔民合作社登记规定。你整理的？我是中学老师，查资料、整理文档是可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就开始整理了。你上次跟码头管理招致交道，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他们用商业手段挤你，你也得有合法的武器。怎么了？所以你知不知道，这东西比那13个渔民还重要？那你就好好用。朝生，我不需要你赢，我只需要你在做对的事的时候，不被人用不对的手段拖下水。你就不怕我真的输了？你要是那么容易输，我当初就不会选你了。万海水产办公楼一间暗沉沉的监控室，赵明远坐在监控台前，面前10几个屏幕播放着码头各个角度的监控画面。他的手在键盘上操作着，调出时间处理段录像。画面里是10几个渔民从老郑家的院子里陆陆续续走出来，有几个人手里拿着纸，就是林朝峰发的那些资料。陈总，什么意思？他们组队了。林朝生今晚在老郑家召集了10几个渔民开会，我调了码头的监控，看到散场的画面了。出来的人我大部分都认识，都是咱们合作名单上的3户。多少人？我数了一下，至少13个。组队。好。那就让他们知道，这片海上的规矩，不是几条鱼就能改的。林先生，我是王哲，有个事儿我不知道怎么开口。王总，您说。最近有好几家供应商同时找到我们，开出的条件非常低，比你的供货价低40%，而且承诺供货量翻倍，条件只有一个，跟你终止合作。是万海水产的人找的您？不止万海，省城好几个大的水产渠道全都打了招呼。林先生，合作我们很重视，你的鱼品质确实是最好的，但最近可能需要暂停一下。王总，我理解。对不住了，林先生，等风头过了，我们再……不用解释，王总，谢谢您提前告诉我。刘兴旺，你个孬种！前天晚上你拍着胸脯说要干到底，这才几天你就缩了。陈万海直接找到我老婆了，说我要是继续跟林朝生干，以后我家的船靠不了码头，油也加个血就要交了。就知道你老婆你儿子，你打了23年鱼，你存下几钱了？不就是因为被姓陈的压了23年吗？我要不是信朝生，是真扛不住。你们，郑叔，别骂了。朝生，你听到了？这帮人一点信用都没有。听到了。刘叔，你儿子的学费是不是下月15号前要交？对，15号。多少？3200。你回去吧，该卖给万海的鱼照常卖，别让嫂子担心。13个人走了3个，还有10个，够了。我听说顺初建那边也要和你停了合作。对，是停了。那咱们的鱼卖给谁？渠道断了，人心散了。陈万海这一次出手，是真的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妈，你别这样，我今天就是要把话说清楚。秀芬，你怎么来了？快坐，快坐。桂兰姐，我今天不是来串门的，我是来把话说明白的。朝生是个好孩子，我从来没说过他人不好。可是你看看他现在在干什么？好好的研究院辞了，30万年薪不要了，跑回来开一条破船，得罪了整个码头最大的老板。秀华，朝生他是回来照顾他爸的，你觉得他碰得过吗？那他可以把船卖了，拿着钱回去上班啊。他现在得罪了陈家，以后在这镇上怎么混？我女儿不能跟他吃苦受罪啊！你别叫我桂兰姐，咱们2家是几10年的老邻居了，我不想说难听的话。你们要是真为小月好，就让他劝劝朝生，要么回省城去，要么……秀芬，我知道我家条件不好，朝生他，我们对不起你们家小月。我儿子不比任何人差。桂兰阿姨，你别听我妈的，谁也别说对不起谁。朝生呢？他一直没回来，应该还在船上。朝生，你在海上扛着所有人的压力，你不知道你爸刚才为你说了什么话，但我知道你值得。宋老师是国内海洋渔业资源领域的顶级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我在研究院的2年，他带着我做了3个近海生态课题，他对我有知遇之恩。这个电话我一直没舍得打，因为我不想利用这段关系，但现在我没有退路了。朝生，这么晚了。宋老师，对不起，打扰您了。我听说你辞职回老家了，好几个同事跟我提过，说你回去当渔民了。我一直想找你聊聊，又怕你有你的考虑，没敢贸然打搅。宋老师，今天打这个电话，我是想请您帮忙，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这片海域里一个可能具有重大生态和经济价值的发现。什么发现？你说。我回来这段时间，
在近海一处礁石带海域反复作业。这片区域以前渔民们不去，因为暗礁多，容易挂网。但我通过水温监测和浮游生物密度观察发现，这里的生态系统异常丰富。异常丰富，具体说？银带回在这片区域高密度出现，而且不是季节性的，是常驻型种群。我记录了6周的数据，发现它们的出现规律跟潮汐和室温变化高度相关，但跟传统洄游模式不一样。宋老师，我判这里很可能是一个此前未被记录的近海洄游鱼类产卵场。你说产卵场？对。我在水下用 GoPro 拍到了礁石表面附着的鱼卵团块。另外，这片区域的浮游植物种群结构也很特殊，我记录了详细的数据。超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这将是近10年来令海渔业生态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你把所有数据全部发给我。我现在就发。宋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如果这片海域的生态价值被确认，有没有可能申请纳入可持续渔业示范区管理？你小子想得比我远。如果数据支持，我会向海洋渔业局提交建议，将该海域纳入可持续渔业示范区。这种级别的生态发现，渔业局不可能不重视。宋老师，谢谢你。谢什么？你是我带过最好的学生，我一直觉得你回去当渔民可惜了，但现在听你说的这些，我觉得你在那片海上做的事，比在实验室里更有价值。数据发来，我今晚就看。陈万海，你封了我的渠道，散了我的人心，逼了我的家人。你以为你堵死了我所有的路，但你忘了一件事，这片海不是你的。陈总，出事了。什么事儿？林朝生，他请了一个人来靠山镇。谁？宋鹤鸣，省海洋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内海洋渔业资源领域的顶级权威。他带了一个5人考察团队，今天早上到的镇上。他来干什么？考察林朝生发现的那片礁石带海域。据说那片海域可能是一个近海洄游鱼类产卵场，如果被确认，省海洋渔业局会介入管理。介入管理什么意思？意思是，如果那片海域被列为可持续渔业示范区，以后的渔业管理卖给谁，什么桥、市场准入，都要按照省里的官方化。我们目前对小湖渔民的价格控制体系会被彻底打破。拦住他！这种考察必须先走程序，地方上可以不配合。你知道国务院特津贴专家是什么级别吗？你去拦，你拿什么拦？拦了以为我们是什么地方政府？还有呢？宋教授已经联系了省电视台的记者，他打算把这次考察作为近海生态渔业的正面报道，镜头、采访全程记录。这小子下的是一盘大棋。陈总，现在怎么办？我花了20年建起来的东西，被一个27岁的小子用一个电话就撬动了。我跟你们说过，这个小子比他爹难缠10倍，他爹只会用拳头和脾气，他用的是脑子。那我们就这么看着，什么都不做？做什么？人家带着省级专家团队和电视台记者来的，你上去砸摄像机。这一局我输了。宋老师，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礁石带海域的外围，前方1海里处有3组暗礁群，我已经标注了安全航线，请考察船跟着归巢号的航迹走，不要偏离。收到。水温多少？表层水温21.3度，比外海高1.8度。这个温差是礁石带地形造成的暖流滞留效应，正是这个稳定的温差环境为浮游生物提供了理想的繁殖条件。教授，水温数据完全对得上，误差在0.2度以内。小周，开机了吗？在录了，教授。宋老师，注意观察水面，从这里开始，水色发生了变化，这不是泥沙造成的，是浮游植物密度骤增的表现。我在这个区域连续6周采样，发现浮游做藻的密度是外海的4到5倍。高密度的浮游植物吸引浮游动物，浮游动物吸引小型鱼类，小型鱼类吸引银带锤。好，这是一条完整的食物链。对，而且不仅仅是银带飞，我在这片区域还观察到了竹荚鱼群、野生大黄鱼的幼体，以及至少3种我无法确认的底栖鱼类。这个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远超我最初的判断。6周的连续数据，每天的水温、盐度、潮汐、鱼群出现时间和数量。超生，你这个记录的详细程度比得上一个正规的科研项目了。我把以前在研究院学的那套方法用上了。另外还有这本，这是我父亲30年的出海记录。他不懂科学术语，但他记下了每个月份、每种风地下这片海域的鱼情变化。我把他的经验数据和我的科学监测数据做了交叉验证，很多结论是吻合的，了不起。你父亲没上过大学，但他用30年的时间做了一个长期生态观测，而你用你的专业训练把这些原始数据转化成了科学结论。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案例。宋老师，这是我上周在礁石表面拍到的影像，放大这个区域，
这个卵径0.8到1.2毫米，透明球形，有油球，这是亏壳鱼类的典型沉静卵特征。如果确认是银带灰的产卵体，超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国近海已记录的群科鱼类产场不超过5个，如果这是第6个，而且是此前完全未被发现的，这是可以发顶级期刊的发现。宋老师，发不发期刊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这片海域的生态价值被确认，它就应该被保护起来，同时进行科学的可持续开发，不是被任何一个人或者一家企业垄断。你还是当年那个最让我放心的学生。宋教授，能不能请您对着镜头做一个初步评价？林朝生同学将扎实的商务选址与本地渔民的传统经验完美结合，他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科研和产业价值。这片海域确实存在一个此前未被记录的近海鱼类聚集区，初步判断有会在完成详细考察后向省海洋渔业局正式提交。林先生，跟观众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叫林朝生，靠山镇的渔民。您是海洋研究院出来的高材生，为什么选择回来做一个渔民？因为渔民不是一个低人一等的职业，每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都值得被尊重。那个教授怎么说？行不行？初步确认了，是一个未被记录的鱼类产卵场。宋老师说会向省海洋渔业局提交建议，申请设立可持续渔业示范区。弟兄们，省里的专家说了，超生发现的那片海域是个宝，省里要咱们渔民的鱼再也不用被一个人说了算了。超生，我不是人，你最难的时候我跑了。刘叔，没事儿，你是怕老婆孩子跟着吃苦，这有什么错？咱们走吧。近日，博省渔业知名专家宋鹤鸣教授带领海域进行了为期3天的生态团队考察，初步确认当地一个未被发现的滨海时代海域存在珍怪镇海和渔业开发价值极高。宋鹤鸣教授团队的初步考察报告将对该海域进行进一步评估，有望设立我省首个近海可持续渔业示范区。而发现这个海域的林朝生，正是一位放弃省城高薪工作，回乡继承父亲渔船的年轻海洋生物学研究者。这孩子上省台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这孩子上电视了。你看看他穿的那个工作服，皱巴巴的，也不知道整整。仔啊，你做到了，比你爸强。林先生，你的发现确实很有价值。经过我们3个月的评估，我们正式决定将靠深圳礁石带海域列为我省首个近海可持续渔业示范区。感谢各位的认可。林朝生啊，这次你可是给咱们镇长脸了，省里都知道咱们靠山镇了。对了，示范区的技术顾问，你愿不愿意继续干？我愿意。这小子就是不会说话。其实我建议省里直接聘他为渔业资源保护专员。那咱们就这么定了。林先生，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爸，这是归超号的船舱钥匙，从今天开始，它正式交给你。爸，我已经在船上装了新的鱼探仪和导航设备，归巢号还能再跑20年。好，爸，这不仅仅是一把钥匙，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也是我的承诺。超生，我妈让我给你送的姜茶和饭团。你这么早就起来了？当然啊，以后我每天都给你准备。好，每天。超生，咱们出发了！我得走了。去吧，小心。有人问我，放弃研究院回来当渔民，后悔吗？不后悔，因为这片海教会我一件事：潮水退了还会涨，只要你敢站在浪里，